而现在低薪高物价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躺平族了。我不想努力了，只想躺平，躺平。过去几年，全球年轻人似乎越来越不想努力了。中国出现了躺平青年，日本有务世代，美国出现了安静离职潮，韩国则有全抛世代。虽然每个国家年轻人遇到的困境都不太一样，但想法却非常的接近。年轻人选择过一个低欲望的人生，不想要再继续奋斗。而在台湾，媒体也会用躺平族来称呼这样的年轻人。哈，到底这一波躺平的风潮是怎么开始的？年轻人选择躺平真的有理吗？那你觉得你自己算是躺平族吗？我算是躺平族。我算是伪躺平吧。我也算躺平族。我曾经躺平过，没有任何想继续往上面的动力，因为我觉得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我得到的收获其实并没有达到我的期望，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状态是属于躺平的状态。很废啊，不知道人生真的是要干什么东西。但是我只是给自己休息一段时间而已。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会选择一直躺下去。你身边也有人躺平了吗？根据研究，台湾媒体使用"躺平"这个字的次数在2021年快速窜升，很多媒体都会用"躺平族"来形容20-30岁的年轻人。那么这一波躺平的风潮是怎么开始的呢？2021年的4月，中国的网络平台出现了一篇叫做"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作者好心的旅行家分享了他自己的故事。他在2年没有稳定工作的情况之下，靠着打零工维持着极低的生活消费，不再把买房、结婚当作目标，也不再为了赚钱而奋斗。对他来说，躺平才是宇宙唯一的真理。贴文出来的时候，中国社群刚好在批判996内卷的工作文化，而躺平主义的出现成为了大家心中的解放。网友们疯狂的转发，让躺平窜升为热搜关键字。很多的网友认同躺平精神也就是不努力、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放弃远大的目标，维持最低的生存标准就好。而躺平精神在中国爆红之后，很快就传到了台湾，同样也获得了大量年轻人的共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年轻人会想要当躺平族，可能并不让人意外。有的专家会用习得无助感来解释想要躺平的心态。习得无助呢，它其实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Martin Seligman 他做了一个有一点残忍的实验，他让3只狗狗都穿上一件衣服，那这个衣服是可以通电的。那第一只狗狗呢，它穿上衣服了之后，就马上把它脱下，所以这只狗狗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了，它是对照组。那第二只狗狗呢，它穿上衣服之后电了它，但是这只狗狗前面有一只按钮，那它按下去之后，这个电就会停止。因此，这个狗狗虽然一开始被电到很害怕、很痛，可是它马上找到可以改变现状的方法，它完全没有出现身心不适的状况。那第3只狗狗就比较可怜了哦，它是穿上去被电之后呢，它前面的按钮是无效的，所以它不管按几次，或者是它撞那个笼子，或者是它哀声尖叫，他发现都没有用之后，实验者发现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些忧郁、缩在角落发抖，然后最后麻木呆滞，好像放弃自己的状态。那就是一个心理的挫折，告诉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了，不如放弃吧的一种心理机制。后续的实验也发现，如果把这3只狗放到电极笼里面，前2只狗狗呢会马上逃离，但第3只狗却会选择待在原地继续被电击，因为它不认为还有任何改变的希望。科学家发现，这种经由学习得到无助感的现象也会发生在人类身上。当我们意识到不管再怎么努力都很难改变困境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渐渐的丧失斗志，选择当个躺平族。但是与此同时有人也开始担心，这种风潮并不是好事。如果年轻人都选择躺平，会拖垮社会的发展。事实上，在躺平一词在中国刚出现的时候，也曾经遭遇过强烈的抨击。躺平学听着新鲜，其实走的呢还是之前丧文化还有佛系青年的路子，受挫就躺平，这算什么正义啊？当时中国多家主流媒体刊登社论，提醒年轻人，只要足够勤奋，还是能够自我实现、自我成就。在面对压力前选择躺平，不止不正义，还是可耻的。甚至还有大学教授跳出来说，躺平对不起父母，对不起纳税人。
外界分析因为躺平主义会鼓励年轻人不消费、低生产，对于国家的发展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官方不会希望这样子的消极思维在年轻人之间传播。那台湾方面，虽然官方反弹不大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躺平主义是碗毒鸡汤。如果年轻一代都不愿意努力，会让国家失去竞争力，演变成国安危机。因为的确躺平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它本身没有对错，那它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可是放到一个群体或企业里面呢，它可能是有害的之前我看过一个实验他们就是故意放一个假员工到一间大家非常打拼的公司里面，然后这个假员工呢，他就是负责无所事事。他比如说呢，就坐在那边一直看天花板或者是一直坐电梯上上下下然后旁边人都会问他说你在干嘛，然后他就说没有就看看天气然后他发现小小的一个这样的员工就非常有渲染力接着就会让旁边的员工开始有所不满啦，或者是开始觉得我干嘛那么努力等等就是他会有一个传染性。所以如果以组织、企业甚至国家社会的角度去看，我相信这些领导者都是会有一点担心。不过大部分的网友对于这样子的担忧并不在乎，反而有很多的人在社群平台上面号召大家一起躺，用最消极的态度面对工作。到底为什么台湾年轻人会这么想躺平呢？我们先来看看几则征才广告。助理1个月3万，美容师4万起跳，货运司机4到7万，听起来好像就是普通的工作、普通的薪水，对吧？但有趣的是，这其实是20年前的报纸内容。一直以来，台湾都被诟病薪资没有涨摊开过去几十年的薪资数据，我们平均每个月拿到的薪资金额其实还是有小幅的成长。但是薪资在涨的同时，物价也在涨。就像麦当劳的麦香鸡套餐，10年前只要79元，现在却要110元，几乎涨了40%。所以在计算薪资时，消除物价变动因素后的实质薪资，才能够反映民众真实的购买力。从图表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台湾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在30-40年前涨得非常的快，但是到2000年左右就开始卡关了。虽然这几年有微幅的上升但跟过去比起来，这20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涨幅。也就是说，现在的薪水能够买到的东西跟20年前其实是差不多的。专家认为台湾的薪资会上不去有很多的因素，而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产业外移、服务业兴起的结果。台湾的就业市场在1990年代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跟过去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时候就是这些制造业比较中大型的企业开始往外走，然后刚好这时候因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带来所得的增加，所以台湾的内需服务业，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这种所谓的末端消费开始就兴起。那这些产业的兴起呢，它就可以去吸纳这些从制造业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但是它这些服务业之所以能够吸纳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劳力密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门槛低。那门槛低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这个产业的这个附加价值率相对来讲也比较低，所以他们可以支付给员工的薪水就比较低。台湾的服务业因为门槛低、规模小，缺乏了长期规划，很少走向精致化，没有出现对于高阶人力的需求，导致产业普遍低薪。而造成台湾青年低薪的原因，也是因为太多年轻人都选择从事服务业。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呢，从事服务业的年轻人比例高达了70%，似乎也印证了这个推论。另外，台湾高等教育的扩张也跟青年低薪的问题有关。1990年代，台湾开始广设大学的政策，而大学以上的毕业生人数更从原本的每年10万人变成了每年将近30万人，多出了2倍左右。虽然说广设大学的政策让一些过去没有办法读大学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好的文凭，有机会拿到更高的薪水，但对于整个就业市场来说，还是造成了学历贬值的副作用。根据行政院的报告，大量的大专生同时投入职场，让很多的企业无法用学历来鉴别求职者的能力，于是他们就倾向用最低工资来聘用毕业生，导致整个新鲜人的起薪拉不起来。而专家也认为，在过去的20年间，台湾的人才培育出现了状况。那在广设大学的同时呢，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因为成立科系最便宜的就是民生学门。如果我今天要成立一个工学院的科系，我要买机器设备，我要买仪器，我要做实验，所以我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本投入。可是如果是民生学门，比如讲中餐，我开个餐饮科系，我只要有个中央厨房，买一些食材就可以了。所以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的高等教育扩张，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扩张最多的就是民生学门。可是台湾的餐饮业，包括我们的烘焙业，没办法完全吸纳这些人，它的
附加价值率没有很高，它的产品的单价没有很高的情况底下，它能够付给员工的薪水就很低，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民生学门的这个毕业学生的暴增，就会造成这些学生毕业之后找不到一个高薪的工作。总结来看，因为劳动环境的改变、产业升级太慢、人才培育方向等等因素，让台湾经历了20年的薪资停滞。对于年轻人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很容易就会选到一条就业前景不明朗的路，一步一步掉入低薪的泥淖。而除了低薪困境之外，很多人会抱怨台湾的物价涨个不停。其实以国际常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来看，台湾的通膨程度并没有特别夸张，但年轻人实际上的痛苦程度似乎比账面上还要严重很多。在过去这大概10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受薪阶级比较能够感受到的这个租屋的价格以及外食费用的价格，这两项价格基本上涨得是非常多的，搞不好都涨得大概年增率大概都20%、30%以上。但是呢，这两个价格虽然也在消费者物价指数的这个计算范围，但是它所占的权重不是那么高。所以这种情况底下，变成就是说这两项物价已经涨了大概10%、20%甚至30%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可能还是维持在2.多，所以变就让一般的民众，尤其是青年朋友，会觉得这消费者物价指数跟我的生活、跟我的开销是完全脱节的。在低薪以及高物价的双重压力之下，很多年轻人无法储蓄，也失去了储蓄的动力，才会想要躺平，只愿意及时行乐，不想要对未来做长远的规划。说到这里，我们要暂停一下。你可能会觉得台湾的经济状况听起来很糟糕，但奇怪的是，这2年打开电视，好像会看到完全相反的说法。Ladies and gentlemen， 台湾今年的 GDP 真的有机会赢韩国，不仅是超越了日本、南韩，更是称霸了东亚。你知道全亚洲最有钱的地方在哪里吗？答案就是我们台湾。台湾 GDP 超越韩国，领先亚洲，还被评选为最富有国家之一，感觉经济很好啊。为何跟刚刚描述的台湾差这么多？这里就要讨论一个关键的问题了 ：GDP 成长跟薪资成长一定有关系吗？GDP 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企业透过经济活动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比较常用的呢有名目 GDP 以及考量物价变动后的实质 GDP。而 GDP 的成长呢，代表的是附加价值变多，整体经济应该是往好的方向走，也可能会带动薪资一起成长。但是在台湾有个奇怪的现象，在1990年代以前，实质 GDP 跟实质薪资的成长趋势非常类似，但1990年代之后，两个数据却慢慢开始脱钩了。实质 GDP 持续成长，但实质薪资却停滞。很多人觉得这是因为老板赚了钱却没有分给员工，但实际上呢，会有这样的状况，可能是多种原因导致的结果。其中一个因素可能跟1990年代开启的三角贸易有关。当时不少中大型台商外移，把生产线拉到了国外，总公司留在台湾，而这样的状况呢，让 GDP 的计算变得有点复杂。只要你的公司在台湾，然后你透过财务报表的合并申报的方式，把在海外所生产所创造的利润是算在台湾的母公司来花，那么这部分也会算在台湾的 GDP。那这种情况下，变成就是说，台湾的 GDP 不错，可是因为这 GDP 创造这些 GDP 的这个生产活动是在海外，所以它所带来的这个劳力的需求也好，或者劳力需求所带来的薪资上涨，可能就在海外，而不是在国内。所以就造成在1990年代开始，我们的实质经济成长率跟我们的实质薪资年增率开始脱钩。另外，也有专家认为，两个指标之所以会分叉，是统计上面的另外一个盲点。在算 GDP 的时候，为了去除物价波动的影响，我们会设一个基准年，把物价调回去，才会得到实质 GDP。而这里的物价主要是生产品价格，也就是卖出去的货品价格。如果通膨让生产品价格上涨，那实质 GDP 会下降；但是如果生产品价格下跌，那实质 GDP 反而会上涨。举个例子假设今年的生产品价格只剩基准年的60%，那么一台6000元的手机在换算成实质 GDP 时，就可以调整成1万。这种虚胖可能是一种另类的失真。那台湾在过去20几年有一个蛮奇妙的现象，也是在2000年初期开始出现，就是我们生产品的价格一直在跌。也就是我们看到 GDP 实质 GDP 在成长，确实是生产出很多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是越来越廉价，所以实质上我们好像再从实质 GDP 来看到，我们好像生产出很多东西，可是它都是比较便宜的东西。它看到的那个增加的那个量呢，换不到什么样，换不到很多可以消费的东西。
根据中研院杨老师的研究，2000年初期台湾将主力放在资通讯产业，但受到中国的竞争，电子相关产品出口价格越杀越低，导致算出来的实质 GDP 偏高，含有虚胖成分。既然是虚胖，就没有多少的经济红利可以分享给全民。再加上同一时期民生消费物价还是因为通膨越来越高，出口的东西变便宜，买到的东西却变贵，一来一往，我们的实质薪资就卡住上不去了。不论是刚刚讲到的哪一种因素，我们都可以知道 GDP 跟薪资不一定会同步成长，而人均 GDP 这项指标主要是粗略的评估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跟国民有不有钱也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其实这几年随着台商回流疫情红利等等的因素 ，GDP 跟薪资脱钩的状况缓解了一些。不过经济成长的果实也不是人人都吃得到。有不少专家指出，台湾现在的经济利益过度的集中在电子业，产业发展严重不均。高薪科技业、低薪服务业已经成为了无可奈何的现实，而这样的状况呢，也可能间接导致台湾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如果说我们用家庭所得从小到大排序，我们会发现最有钱的 20% 家庭跟最穷的 20% 家庭，他们2022年的收入差距来到了 6.15 倍，跟前几年比虽然只是小幅的上升，但这个数字却是金融海啸以来的新高。如果没有办法透过社福制度或是税制来改善所得分配的话，低薪的族群会越来越难翻身，渐渐失去对未来的希望。最后讨论躺平精神的时候，最多人讲到的就是不买房。但不想要买房，真的是现在年轻人比较懒、比较不想努力吗？我们可以先来回顾过去的几则新闻。台湾一般家户平均得6.65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房子。全国房价所得比来到了9.35倍，又创历史新高点。全国房价所得比为9.86倍，等同于要不吃不喝将近10年才可以买得起房子。你发现了吗？为了买房，台湾人不吃不喝的时间一直被拉长。摊开过去20年的资料，因为低利率的政策，还有政府标售土地、房屋持有成本太低等等问题，台湾的房价不受控的增长，让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困难。那在2002年到2022年这20年之间，那25岁到29岁的这一群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薪水只涨了大概6000块，21%。那全国不吃不喝买得起房的年数，就是房价所得比增加了5.34年，那台北市增加了10年。短短20年内，台湾的房价翻了2-3倍，一间原本500万的房子，可能就涨成了1500万。但与此同时年轻人的薪水只涨2成，完全赶不上房价的涨幅。2013年，台湾的购屋主力大概是30到35岁，当时的他们买的房子平均建估值是830万。但到2023年，买房主力已经到了40到45岁，平均建估值是1334万。而即使有办法买房，也要背负沉重的房贷。在讲到房贷时，我们会用房贷负担率，也就是每个月要缴的房贷占的所得的比例，来评估买房后的负担压力。全台湾是39.7%，其实是略高这个家庭每个月的收入有40%都要拿去缴房贷。对，那台北市就真的是有点太夸张了，就是整个家庭66%的收入都要拿去缴房贷，将近70%，剩下的钱你可能要花其他所有的花费，甚至如果有小孩还要养小孩，非常的可怕。其实根据张怡君老师、林宗宏老师在2021年的研究，他们就有发现，以1978年作为一个分界线，1978年之后出生的对象，这个世代他们在进入到就业市场的时候，普遍薪资是比上一代更低的。而他考虑成家立业的时候，也刚好差不多是2002年房价新一波飙涨的阶段。对，所以我们这边用世代剥削去形容台湾的房市状况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蛮明确的年龄分界线就是1978年之后出生的这群人。根据 OURS 整理的研究，1978年之前出生的人们在进入就业市场的时候，可以用低价入场买房，成为有屋族。但是1978年之后出生的人们，同时遭遇到了薪资停滞以及房价飙涨冲击，逐渐失去了买房的机会，成为了居住上面的弱势族群。不合理的房价和房贷让整个房市出现了世代剥削的状况。由于买房无望，选择只租不买的年轻人渐渐变多，但租房没有比较不痛苦。台湾的租房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很多又贵又小又烂的物件还是人人抢着要，居住品质参差不齐。
另外，由于台湾存在严重的租屋黑市，法规对于租客缺乏保障，很多的租客都要担心自己会突然被涨房租，甚至被房东赶出去，这导致台湾租屋族普遍有不安全感，大家都不知道自己3到5年之后会住在哪里。而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也就很难做人生的长期规划，这也导致很多人不想要结婚，不想要储蓄，选择当个躺平族。躺平真的是很多人内心的想法。对，如同前面所讲的，你跟都会区有房子的同侪比起来，你人生奋斗的终点就是它的起点。那这对很多人来说，为什么不躺平呢？那以目前台湾对于都会青年，尤其是没有既有房产在都会的青年来说的压榨程度来讲，我没有办法去对躺平去做任何的就是指指点点，我只能觉得它是一个无奈下的选择吧。以上是我们整理出来青年躺平的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很多躺平的因素，比如说现在的社群文化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心态，可能让大家对于竞争感到疲惫等等。但整体来看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还是多数人想要躺平的主因。虽然说我们很难确认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躺平，也很有可能大家只是口头说说调侃自己是躺平族而已，并不是真的躺下去。但这些自嘲背后反映出来的焦虑是真的，痛苦也是真的。对于那些已经累了、对未来感到无力的年轻人来说，躺平可能是他们最温柔的反抗手段。他们觉得躺平的核心其实是改变价值观，而不是改变行为。可能以呢让大家重新的思考事业成就人际关系、结婚生子这些目标值得你奋斗吗？而不论你决定继续努力还是不想要努力了，都可能是思考过后相对来说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好不躺平的，就躺平吧，躺下来很舒服。我们人生需要这些 gap， 因为前面塞满了太多这个世界觉得应该要这样，应该要努力，应该要结婚这一些概念。躺平的生活其实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消极，那么负面。你可以休息一下子，但是你还是不能放弃现实生活。不管是选择躺平还是不躺平，都是选择对自己内心最舒适，然后你也自己满意的生活形态，这样就很好。因为人生就是你的嘛，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你承担得了后面的结果，对，你也满意，那这样就好。